Hello，大家好，我是曼曼。那今天我们要来做的这样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实用的，对大家来说，而且是在任何的这个两性关系当中，你都是可以去运用的这么一个心理学的这个方式，也同样来自 NLP 的这个方式，就是叫做交还父母的技巧啊，请一定要多多的支持转发我的频道，然后呢我会尽量的去保证我的视频的内容和质量，好吗？那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也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开始之前呢，曼曼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够在看了这期视频之后呢，还是给我多多的留言。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当时看到的情景是怎么样？在操作之前和之后的前后的差异对比是什么？做完之后以后具体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您觉得和父母的关系又是怎样？然后和您目前的这个对象的这个关系又怎么样？我非常需要您来自您的这个最直接的最真实的感受和反馈，以便于我去更好的去改进去不停的去做一些其他更好的一些视频内容，好吗？那么什么是交还父母技巧呢？其实它就是一个感情关系里的一个投射的问题。那我在这边在开始之前要跟大家务必做一个心理的一个心理知识的这么一个普及，或者说一个解释，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运用这样的一个技巧，或者说让大家知道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去用这样的一个技巧，或者说您在感情当中是出现了怎样的问题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技巧。因为单纯从交还父母这个标题来说呢，很多人都不理解到底它是什么意思，或者说它在感情当中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又是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那简单来说呢，就是很多人在结婚时候呢，他的心理年龄还没有充分的成长，所以说呢，内心容易把对父母的要求投射到婚恋对象的身上。那父母我们知道可以满足孩子的任何需求，甚至于一些不合理的要求那如果父母拒绝孩子这些要求，孩子就会有委屈的感觉，所以委屈是孩子才有的情绪。那每当我们在听到在一段关系当中有人会用委屈来描述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可能这个时候要做交还父母技巧的这么一个操作了。所以说常常你在这段关系当中你觉得不平衡，然后觉得委屈，觉得对方对自己的关注不够，没有完全满足自己的很多需求，或者说对自己的需求置之不理或者冷漠等等，忽视等等，反正你的心里就是感觉到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在，那么有可能是您的这个心理年龄还没有充分的成长。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通过这样 NLP 的这个小小的练习，是不是能够帮助到你的这个婚恋对象，帮助到您的这个另一半在关系当中的另一半，不论你们是在恋爱中还是处在一个婚姻的状态。首先需要您在做这个小技巧之前找一个不被打扰的一个空间，最好是能够比较安静的，没有什么噪音，或者说不会被影响到的，或者说周围没有其他人在场。好的，如果你现在准备好了，就开始慢慢的闭上眼睛，就不要看屏幕了，注意聆听，找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可以坐着也可以站着。您闭上眼睛之后呢，想象一下你的婚恋对象，或者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你的丈夫、妻子，就站在你的面前。
然后看一看他们的面部表情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或者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他们的面部表情是怎样的？你可以在你的心里面做一个描述，或者你也可以说出来。当然我听不到，但是后期的话，希望您给到我这样的一个反馈，用文字的方式给我留言，告诉我他们的面部表情是怎样的。同时注意一下你自己的内心感觉是怎样。这个时候呢，你开始想象一下你的父母就站在你的背后，你的爸爸在你的右肩的后面，然后你的妈妈在左肩的后面，所以他们两个人就站在你的背后，一左一右。而你的那个他就站在你的面前，所以此时你感受到的是自己的父母站在背后，而那个他就在你的面前。所以接下来我通过引导来教你说一些话，请跟着我的话重复。好，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好了吗？我对我的另一半有一些要求，一些期望。这些要求和期望是他不能满足的，而只有我的父母才能满足。现在我把这些要求和期望从我的另一半身上还回到我的父母那里。好了，这段话说完了，请注意一下你的内心感受。接下去你不需要重复我的话，你只需要聆听，同时注意你内心的感受。所以你现在无需清楚地说出那些是什么，就让你的感觉去做这件事情便可以了。让所有他不能满足，而只有你父母才能满足的东西，全部回到父母那里去。如果你觉得那些东西已经全部回到你父母那里了，可以点头。虽然我看不到，但是至少可以让你自己知道。现在依然请闭着你的眼睛，告诉我你对他的感受。你可以在屏幕面前说，也可以在你的心里说。当然希望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留言给我，告诉我你此时此刻现在的感受，你想对他说的话。好了，现在慢慢的睁开眼睛。好了，你又看到我了。每次看到我就知道练习应该是告一个段落，应该是结束了。那么相关于类似的练习呢还有很多，当然我们会根据就是观众的留言，
然后大家的需求去做其他的更多的心理学方面的 NAP 的一些技巧练习。同时除此之外呢，慢慢还想去做一些其他话题的分享。比如说我之前也想到了很多其他的话题，比如说爱是什么特别是在心理学的解释是什么，在宗教上面的一个解释是什么，那么我们是不是还要相信爱情呢？等等等等。那如果您感兴趣呢，一定要留言告诉我，那我也会根据就是观众的一些需求去量身定做您所需要的一些内容，好吗？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那希望呢这样的一个小技巧对您的这个两性关系有所帮助。喜欢我的节目，一定别忘了订阅、转发及按赞。记得您的支持是对我们最大的动力。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期的视频，如何走出分手阴影，教你一个心理学小技巧，那个视频的话，请一定要去看哦。慢慢聊聊婚恋情感、两性心理那些事，让我们在幸福的道路上一起加油吧。